哇，这边真的很美嘞。Hello Fortune， 买房子是吗？想要找什么价位的房子呢？不想要太贵的，也不要太旧，4房式就450千这样吧。好的，没有问题，请跟我来。邻居养狗太吵了。我们去看一下房间。啊，太窄了，太靠近对面了。这里是不错啦，但是离 Orchard 太远了啦。之前太阳太晒了，这些门牌不吉利嘞。这里离地铁站太远了，楼层太低了，太靠近垃圾槽了，靠近地铁轨道了。你俩，你们在浪费我的时间是吗？到底是够了没有？450千要求还这样多，你们在选黄公司吗？我是你们不是要去等你们的 BTO 咯。我究竟能不能买到我的房子？我的 dream house 是差不多450千这样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所以如果说是你第一个房子的话，因为现在 loan to value 你也是要 make sure 的，你可以还差不多80%或75%，70%。什么是 loan to value？ 贷款的价格跟现在你买的价格的比率。所以说的话，如果是450千的话，你借银行的贷款只可以借到75%。那我剩下的25%怎么办？所以你可以用你的 OA 还，不然就是用 cash。我究竟能不能买到房子？等一下哈，让我跟你计算一下。从你的薪水算起，你的薪水是每个月3200块的话啦，根据这一个数额来，还有根据你的贷款的年份的话，大概25年。根据那个条例的话呢，你最多可以借的贷款是大概181千，有一个限制，就是说你要go through MSR Mortgage Servicing Ratio 指的是每月的总收入中用于偿还房贷的比例。一般来说，每月房贷不能超过总收入的30%。你最多可以看的屋子是大概242千。如果你跟 Money 2个人的话呢，大概一样的薪水，大概242千2%了，480千，对。我没有讲现在开始计划买房子的话，第一点就是你要开始放个 pay aside。for 以后你可能不管 resale 也好 BTO 也好，可能一个2年到3年，我觉得会是一个蛮合理的一个时间，给你们能够 comfortably 的去买一间房子。以我现在的这个薪水这样子，我可以买到怎样的屋子呢？以你的情况来说的话，因为Money还在读书对吧？你的话呢，就是你刚刚开始做工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拿的也是 fresh grad pay。我会建议先走一个 BTO 的路线。不是要等很久？对，可是 even if 你是要拿 resale 的话，你也是要等，你也是要存钱的。倒不如走一个 two-prong approach。while 你在存钱，你也可以 apply for BTO， 因为那个会帮你 buy some time while 你 get together 你的 savings 还是你的 CPF account。那如果我真的等不及的话呢？我真的现在想要一个屋子，我真的去要看 resale flats，有什么东西要注意的吗？如果我要购买 resale flats？首先你要注意那个 resale flat 的它的年份。通常我们不建议说买太旧的屋子。银行方面，我们借贷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些限制，就是说如果太旧的屋子的话呢，可能会影响到你借贷的年份。你可能会借贷比较少。如果你的年龄加上的 remaining lease 不到达95年，对，它就会开始 prorate 你的80%和75%的 loan to value。所以 within 10到20年是我会建议你可以看的房子啦。当然有另外一点也是你的
房子如果买的越旧的话，等可能你要 upgrade 到一个比较好的 property， 还是你要换一个屋子的话，你的 pool of available buyers 也会比较少。然后我也听很多人说那个 cooling measure， 所以美本如果我要买房，会不会影响我买房的过程呢？第一个。减低的就是那个 loan to valuation。当我们减低 loan to valuation 的话呢，就是说你的借贷的那个数额就会减少。当它减少的话呢，你可能只可以买比较小间的屋子，还是你要 top up with more cash。第二方面是它的利率，就是说我们的中期利率呢，他们把它调高了到4%。大家注意哦，这里的4%指的是基准利率。实际的房贷利率，各大银行会有所调整。当它调高的时候呢，对你的影响力就是说，你每个月呢就得还比较多的贷款。其实贷款的利息，他们是怎么算的？房屋贷款的利息，他们的计算力就是 based on 每个月那个贷款的 outstanding balance， 就是说，比如这个月你还100块进利息，下个月的利息如果没有变动固定的利息的话，就会少过100。每个月买房已经要花这么多钱了，如果我真的是想买一个 condo 或者是租房子的话，我可不可以走那种 directions？ 会比较。所以 condo 是一个 no。讲完别的公寓的话，差不多1.4 million 的屋子。你每个月可能要供差不多5000，哇，5000！可是要省吃俭用，对，所以你的人生只有2个目标，一个就是吃，一个就是还贷款，就这样而已。如果租房子的话，会比较便宜吗？short term 来讲可能会，因为你每个月付出的amount 跟你的 down payment cash output。差不多了。你要考虑的就是你的现金，因为租房子的话，你全部都要用现金来还你的租金。贷款的话呢，大部分可以用你的公积金来还贷，所以这是很大的分别。当然了，你也是可以租房子，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跟你的父母租他们的房间。所以我应该选择 HDB loan 还是 bank loan 呢？ Bank loan 跟 HDB loan 到头来，我们看的其实是你够不够现金to pay up front。Then of course， 如果你是跟银行贷款的话，你还要付出多一个5%的 cash。HDB 贷款的话呢，他们是跟着 CPF board 的 concessionary rate， 就是大概现在是大概2.68%。银行的话呢，我们的利息会跟着市场利息，所以如果你在前10多20年的话，你再这样看的话，做一个比率的话，我们的利息一路来都差不多比2.6低。对 ，and for HDB loan 好处在refinance 其实挺容易的，early repayment fee 也没有了。可是如果你拿的是 bank loan， 你突然间觉得，我拿的是 bank loan， 我可以应付，然后1年后你发现到你每天都在吃面，我就不可以去转换了，你转换不回来了。所以 HDB 到 bank loan 可以转换 ，bank loan 到 HDB 不可以转换。不可以。我会建议说，start with 一个 HDB loan， 然后after that。你也可以像 normal bank loan 一样，你要选择 refinance， 突然间现在情况平静了，美国没有做什么 pattern 了，对不对？then 然后这样子的话，你还是可以选的，这是我的建议。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知识点。第一，买房前必须累积经济实力。第二，年轻人不宜选择过老的房屋。第三，选择贷款计划要考虑现金流情况。